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栋。来，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主要编辑委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耳边为您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张友芝。大家好。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离第一阶段最后补件的时间越来越近。那当然，今天在立法院也有一个重头戏，那包括像你知道总预算案的复议，包括财划法的复议。那在这两天，那到底会不会被否决掉？这也牵涉到。包括你知道，行政院长总统院长是不是跟部会首长一些要不要下乡去讲人民是头家，用这样一些宣讲？对蓝营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摆明了打着这个名号，可是在帮大罢免去添柴火吗？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目前的比数暂时34-0，可是从这两天如果补件完以后，就知道第一阶段到底怎么样。第一阶段为什么到这样？甚或好，今天是国父逝世100周年，然后朱一伦呢一样，当然要去献花。在献花的过程当中，连蓝营的人支持者都有一些不满，甚或的不满，不管罢不罢别人嘛，要不要先把朱一伦给罢掉？你就知道蓝营内部也有一些不满，是我们不是没有兵没有马，我们不是没有人。打到最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会激起另外一波对蓝营来讲，不管是在补件，甚或在第二阶段一些的动力嘛？那罢免真的国内蓝绿之间会杀得血流成河吗？而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今天在立法院也有一个重头戏，让你看一下，因为包括副天总召，然后包括跟民进党的委员之间大家互骂的一个状况。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立场可以录影吗？为了防止有所谓的胡乱剪接、网域侧翼，身为一个国会议员，却用侧翼的形象、侧翼的作为，这是很羞耻。那昨天没有。不关请，说别人是间谍，证据在哪里啊？你说我有台湾跟美国的房子，证据在哪里？你证据到现在还没拿出来。那个人诈骗，证据在哪里？还骂别人间谍，间谍人渣，间谍，你的证据在哪里？不关请，不要再自我卖台了，谁才是卖台？证据在哪里？好，那今天在立法院，对，不好意思，还是要告诉你，今天是总预算案的复议案，包括财划法的复议案。那这些复议案在过程当中，在立法院，双方的院对，你已经可以感受得出来。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把它拉回到整个是真的大罢免，双方的怒火真的越升越高吗？但仁俊是。好了，今天还有另外，因为今天3月13号，有11个罢团，直接在开了记者会。当然，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名称嘛，就要罢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名称啦。这些罢团现在宣誓了，就讲第二阶段，他们要开始起跑。是，显然他们在酝酿的那个在加油加火的所有那些过程，希望在第二阶段不只要过第二阶段，甚至有的罢团是说要喊到第二阶段就已经快拉到第3阶段要罢免投票的那个数字，有很多是这样。可是对蓝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还在要求是包括补件所有这些，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讲今天立法院因为今天立法院是针对总预算案还有财划法进行复议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大家谈论的都跟这个案子都无关。是啊，来开始骂的时候，没剪掉，对不起，不是我就是开始在说房产在哪里，讲出来啊。就其实老实讲这半年来左右的时间在立法院每次蓝绿白大家交锋的那个过程当中，有多少是针对案子来好好讨论的？其实没有，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个人。好，今天财划法跟这个所谓的总预算呢，没有超出大家的预期之外，都是61-51，就是蓝白联手，然后这个对抗这个绿营，所以两个这个所谓复议案，通通都遭到否决了那当然，这个后面会不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所谓的罢免效益？我觉得罢团这一次3月13号的时候喊出来叫做全面启动我给各位看一下这是看起来画面上非常非常热闹不过你可以看得到，这上面好多人的名字都在这上面什么廖先祥啦、赖世宝啦、徐巧芯啦，谁，很多名字都在这上面。因为对于罢团来讲过去我们认为说你要罢免一个区域立委，基本上把火力集中在这个区域。可是呢，在这几年里面，大家也都发现到有很多不管是北漂的。或者是南漂的就是他可能他的这个户籍地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区域里面。那如果你要他希望特别去拿的这个罢免联署书，不管是写了寄回来或者这样，还是有一些的状况。所以其实很早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罢团就开始有组成叫做区域联合了。开始走这个区域的阶段，也就是说，好，我这个地方不只收啊，比如说我这个选区是康仁俊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罢免其他选区的这个立委，我这边也可以提供表格，然后呢，你也可以送件到我这来，那我收到件之后呢，我帮你把它汇整完了给这个地区里面，所以你现在看起来这个罢团现在做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串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哦，当然我觉得大家会讲说，这个都是在罢免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啦，其实罢免民进党立委的也可以嘛，因为你12个立委也是12个不同的区域嘛，你也可以做一个大联合的。那时候还在补件，那个12个是？应该是说补件的应该都差不多送出去了啦，现在只是等这个还不知道审查结果。对，差别就是这个嘛。那为了这个审查结果，中选会也要跳出来发声明，因为一直有比如蓝营的人一直在骂说，就你中选会对不对？你好歹你要护航，也不可能护航的这么难看。洪恩不是有这样讲吗？他说中委会什么可以护航成这个样子？是，就中选会就赶快出来澄清说，那个一般查核的状态啊，比如说我们去讲说这个是不是死亡联署啊，或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户政机关就会在做的，所以为什么花莲是由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去做查核？他说这个跟选委会还有地方选委会基本上不是有什么太大争议，因为那是那个户政单位他们必须要执行的工作跟勤务，所以呢中选会后面补了一个最重要的是，请不要去为难基层的公务人员啊。那当然这件事情，因为蓝绿都是高度的在这个对峙当中嘛，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说，这个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性的语言，当然，就是互相批评跟攻击。虽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你前面的第一段的查核，户政机关是什么？是所在地的这个县市政府。那选委会是谁在查？所在地的县市政府。那国民党有些朋友就会讲说，虽然是这样，可是最后的那个筛掉不筛掉这个是由中选会在处理，所以是不是中选会对于罢蓝委的特别严格？好，这就是大家的这个质疑。不过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像今天这个活动为什么会有一个发起的组织，这个叫做微光花莲他们其实也有提出来，好像这一个，他们其实微光花莲就针对傅昆萁啦，就是针对傅昆萁，大家同步就是说3月13号的这个时间点，2阶开始正式起跑，甚至呢为了避免说有些这个所谓的被质疑的声量，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他说也有人发现到说有冒名去收取联署书。所以呢，请大家呢，他公布了14个认证的据点甚至就是希望你这个还要告诉大家讲说如何去识别这些收证件的人收这个资料的人，他是这个是不是确实是这一个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是有点危言耸听或是干嘛了其实我们确实在几次的这个联署里面都有遇过这种就是有冒充然后去收的。好，我举个例子你记得之前那个吕秀莲副总统不是他还联署选总统吗？对，就起跑完了之后，就突然就收掉，就快宣布不选。那时候我有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后来要撤？他就要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有知道有很多热心的人帮他去收这个所谓的联署书，可是你收联署书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要派人去查核嘛他确实有发现有部分的状况是这样，比如说。我在这边看你有20个人进去联署，结果联署完了之后，当天送回来的联署书可能只有10份，那剩下10份在哪里？就他会开始，就是我有发现到，确实有一些甚至说我热心的人去帮你收，老这样很多民众不知道嘛，他就觉得说，你康仁俊看起来勾追勾一对吧？你搞我修我的合理合理哇，咱康仁俊原来是个坏蛋我拿到你的个资，我把你拿去做什么？你这么坏。我不是在座，我只能讲我自己，不然我讲谁呢？就举例而已。是我讲谁我都要签委任状，不可以这样子所以真的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人家的份数给弄掉。确实，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当时在问吕副总统，我就说为什么你后来联署，你后来是决定宣布不参选嘛？他就明白讲，就是说确实有发现到这个联署的时候，可是吕副有会出现这一种。那像微光花莲他们是觉得现在已经有这些状况，还是他们是在预想怕有这种状况？我想我个人不去做这种揣测啦，而是希望在这个联署的部分是能够更为严谨因为这里面也牵扯到，比如说罢绿委的部分嘛罢绿委的部分从一开始的死亡率的正常就是说不管怎样，2023的死亡率的话正常，会被骂嘛后来被骂完了之后，现在新的说辞就是说。
一定就是有人来反串，有人故意来恶搞啊，你们乱写联署书啊，那也 OK， 反正各自解读这样，只是说那个比例之高，那也代表就是说你可能在前段的查核你也不够确实嘛，人家名册给你开开心心收了就拿出去哦，但确实这凸显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比对两边在罢免哦，罢免民进党，没有人说民进党立委不可以被罢免，当然。可是，在整个的，您刚刚特别提到说，像这个合格率的部分，就像现在谈到说什么34:0啊，或是多少这个状态，那个社会氛围来自于就是说，罢免的联署是一个显性的一个力量的展现，反对罢免在这个阶段是隐性的，因为你没办法去告诉大家。可是当你这种悬殊的比例出来之后，现在这些罢蓝的团体告诉你说，我们正式2阶起跑。那我很早就讲过，他们的策略不是在走2阶，已经在走3阶了。如果我2阶需要2万份，你大概去看一下罢团的目标，大概都会设在4万份以上。就他希望把这个能量不断的再次的累积起来。对比就是说要罢绿的，现在之前还有一个更荒谬，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设定在补件成功，那也没人听得懂哦，谁会想要这样子，然后被人家讲说哦，我们因此而激起了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愤怒哦，我们就进而团结哦。那个的落差其实就会有。再来就是国民党党中央面对到罢免的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有一些人站在一个位置上面，却讲了不太适切的话，比如说，黄绿锦如最近蛮常上节目啊，也去受这个专访或什么，但是他提到了几个哦，就跟他的这个党部也无关。他就台北市人，你讲讲你自己的这个事情，他不要讲到新北嘛，没事讲人家新北干嘛？而且讲说你越打击他，他越强大。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问过当事人本人有没有希望被打击啊？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些东西凸显出来都是，怎么元之你怎么笑？你是说我吗？对，就说你啊。这些东西凸显出来都是，怎么元之你怎么笑？你是说我吗？对，就说你啊。不是，那你觉得他这样讲，你有开心吗？我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我们每天都被打。所以我把这个讲啊，就说你对比现在大家的这个状态上面来讲哈，你会发现第一个动力不一样，第二个动能感觉上也不足。动力跟动能不足的时候，你后面如何达成你的这个最终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个不是黄旅锦如讲说我罢免几个立委 OK， 而且2个在我选区，在他的那个管辖区里面啊。如果要讲这个话之前，先想一想那2个1阶。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过了没有嘞 ？OK， 因为今天元之跟博文2个人分别代表蓝绿阵营 ，OK， 现场4位包括资深媒体，那将军是在桃园，问一下，现场4位包括资深媒体人，这一仗为什么打到现在？你们会怎么样分析说比数怎么会差到这样？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都讲说1阶闭眼睛都过，怎么可能会有不过的？但现在的数字目前确实暂时是这样，要等这2天最后补件。可是就算补件第1阶段了，因为赵少康自己也讲说，那个绿营大概会过1阶的，你就算再怎么补，大概35席吧，那他会这样。2阶能不能过还不知道。就我常讲，这牵扯到气势，牵扯到各方面。将军，您是从将军退下来的，打仗通常都说最怕的是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对，朱立伦今天。包括去到国父孙中山那个献花啦什么什么，被蓝营的呛哦。是，你知道蓝营的人有很多人觉得说我们是没人吗？我们是没兵马吗？那为什么今天出来数字会这个样？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该要打什么吗？当然，我们带兵去演习也好，或是真的是从事作战对抗也好，我们一定会给所有的士兵一个目标。例如说我在战车要打10发炮弹，我的目标一定是满靶嘛。1发都不能拖，1发都不能拖。你有听过那种指挥官下令说没有关系，你只要炮弹不要打到靶区以外就好，就是不要打到民宅就好，有这种指挥官吗？就是我演习的目的就是不要伤到民宅，这个标准叫做没有标准标准就是全部歼灭，这个靶上10发都给我打上去，1发都不能拖，这叫做明确的作战目标。那么我说国民党这一次一开始。民团开始罢免所有的蓝营的立委，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成不了事。对，民进党没出手，成不了事，对不对？有本事你们这些小家伙、这些萝卜头来吧，来！我觉得国民党刚开始是这样轻敌，这什么阿巴兹，
什么除秀大队成不了事。我觉得刚开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这样子感觉的，因为他很清楚民进党有没有出手。我直接就讲民进党主席有没有出手，没有嘛。朱立伦也知道民进党主席没有出手嘛，所以他认为成不了事，所以轻敌。可是想不到这把火随着总预算，在去年的年底，一火烧起来了。然后等到朱立伦回过神来说，好，我们要以霸制霸，人家已经跑了500公尺了。你知道吗？你在赛跑的时候，人家已经先跑了500米，你去追看，你很难追，所以追不上了。那追不上，你就要定目标。所以他的一个说法就是：好，我们以霸制霸。以霸制霸是什么？是守哦，不是攻哦。什么叫做攻？攻就是翻桌了。人家已经开始第一阶段已经都过关了30几个了啊！我以霸制霸，这叫做守。赵少康讲的叫攻哦，不要跟他什么以霸制霸，兵多了就是倒戈嘛。对，兵多了，大家一起来。这赵少康，赵少康的这种溃靠哈，国民党深蓝的喜欢。所以你看，今天到国父纪念馆去呛朱立伦那些人，那些手拿着国民党党旗，那会是侧翼？那会是非国民党党员吗？我告诉你，非国民党党员，你去找党旗还找不到了。我家里还有一面以前当主委时候留的，很难找。他拿着党旗跟这个国父行礼送这个献花之后，立刻第一件事冲上去呛朱立伦。他呛朱立伦什么？下台啦，连输3次啦，厚脸皮，就这样骂。你认为这些人是民进党的吗？不可能。大家想想看。大战还没开始大战还没有开始，目标先叫主将下台，这个仗怎么打？那如果换到这个主将是实务就算了，好，我下台。前面几任国民党主席都是这样下台，大选选输了，总统选输了，6都选输了，主席就自己引咎辞职下台了。当然有些不是自愿的啦，当时吴敦义下台不是被罗志强这人逼下台的吗？骂老贼，我都在场，老贼下台，他第2天就下台。那朱立伦没有下台，盯到现在连输3次，连这次大罢免再输4次了，连输4次了，朱立伦没下台，所以为什么献花而且选在国父纪念日这一天，来呛他，这是有意义的哦。当年国父花了多少薪水，用中国国民党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掉了你朱立伦手上，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给我下台。而且最主要是我看到后续朱立伦那些发言人跟这些现场的这些国民党的支持者在那个对抗的那，我看得很心痛这些人都是你们的心肝肺都是铁栏支持国民党的人，你怎么会连让他去跟国民党主席当场表述的机会都不给？一群年轻人挡着他踹着他推着他，这看在国民党深蓝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支持了一辈子的国民党。最后连我让跟朱立伦抗议的机会都没有，这会让人家从支持你到讨厌你，甚至怨恨你。后之，你自己看走到现在，当然也有人讲赵少康不是后来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不是到中正万华去，然后去讲说目前的这样反而会激起蓝营内部的一些所谓的反弹的声音或士气，会因此集结这些。可是问题是前面为什么会走到要这个样？现在蓝营的人真的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吗？我先讲最简单的这次绿营在罢蓝的时候，他就不叫做不在籍联署了。他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不在籍联署嘛。我在高雄可以连台北，我在台北对，他可以连。那国民党还是第一个就是在很传统的方式在连嘛。这两个就是基本上在技术上面来讲就天差地别。那然后大家而且绿营的状况是全面嘛，所以我不很好去做。那你没有那个能量去罢的时候，你最后做的是精准，你也没有办法玩人家那个游戏啊。那你今天要玩传统的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啊。传统的1%真的很低是啊，1%真的很低啊。结果问题是你国民党的状况是啊，结果有讲没做啊。你说你要精准罢免，你也最起码把精准的名单写出来，挑几个嘛。其实朱立伦不是没讲，朱立伦有讲，朱立伦讲说我要罢那2个原住民，有没有？他有讲嘛？结果你那2个也没过嘛，因为我讲意思哈，你今天来讲国民党说剔除率高啊什么什么之类，问题是你本来就在这种联署上面本来就要 UB 嘛，你 UB 本来是嘛，大家都知道，你最起码多抓个大概1成到2成。那现在他们说被剔除1成多嘛，对不对？那其实你如果多抓2成，你也不会不过。是啊。
好，那你显然当初来讲，你该就说你朱立伦有喊，但是第一个你没有喊目标，你也没有下去嘛。我要简单的嘛，好，一个议员夫处拿500张出来你就过啦。这个对一个议员来，为什么不这样喊？对啊，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只有上面有喊，你实际上下面通通没做嘛。今天国民党所有的状况搞到今天的状况，好，其实就是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搞的。上会期的不是第一个会期的那个国会改革，财划法，那个限速法、选罢法，然后中间还不要忘了，还有华东条例，还有那个华东条例，最后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整个无疾而终。就是你当初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搞出来的，而且包括这个选罢法，好，当初修选罢法是要说我要提高身份证的门槛，要那个，结果你搞到说，法律过了，民众觉得说你们为自己修法很难看。结果最后还是用旧法，人家还不受。好，你的整个立法计划乱七八糟嘛，对，而且会变成说，而且我跟你保证，我觉得几乎这一次大概就最后一次公投，以他不是最后一次罢免，新的门槛呢，我觉得没有人要玩了，结果你现在变成国民党说好，最后一次罢免，你如果这次被罢很惨，你要回头去跟说，我要回头再罢免民进党，派谁你没机会啊，就然后你现在状况说，你已经是党团把你搞成这样。你还说我还要靠党团来提案，好，再来公投，你谁跪田有多啊？你不是死得更快一点？那今天来讲，你今天的状况是说，你们当初来讲就没有定策略，没有定目标，我到底要罢谁，要罢谁，每个人该干嘛干嘛 ，OK， 通通都没有。那你现在的状况士气变成这样的时候，国民党员当然找你算账啊。不是国民党要找你算账，包括直辖市长、地方议员都会在想说，你如果立法院党团是这样玩，我2026年你要怎么选？你到时候再给我突然来一个乱七八糟案子，所以现在不只是说基层那个一般的党员深蓝会觉得，我觉得今天看张善政之前看到马对皮说，你如果傅昆萁到时候再给我突然搞个案子的时候，我2026年底要怎么选？不，如果一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明凤到大概明天左右就知道最后第一阶段到底多少，但再怎么补件。数字大概也就是34或35比上，可能绿营3席5席这样，那个气势已然有差。今天那第4度复议没有过，那但蓝白联手否决了总预算财划法，这个柴火再添下去，那未来还得了？对啊，我觉得为什么国民党联署不出来？为什么？就是那种你没有办法激起大家对于绿色立委的仇恨值嘛。你没有办法激起大家对于绿色立委的仇恨值嘛？可是你现在看看这个，随便在街上讲一讲这个蓝委的仇恨值，就非常的高啊！你看那些罢团的人，有时候跟他们上电视，那个几乎都是那个政治的素人。然后有些人是这个所谓家庭也是，像有一个人，我举个例子，他是好像是王宏威那一区的，还是徐小新那一区，我忘记了。他觉得父母是一个深蓝一个深绿的，一个是会陪郑南榕那种自粉的人，然后去卖周刊的那一种，然后一种就是深蓝，来到一个妈妈就是深蓝，那不行，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从小这个父母就很不合，所以他对政治非常的能感，他觉得这个父母属不合都是因为政治来，可是他这次竟然下场去联署，而且是做志工做到一个不行，所以说，那你就说你国民党立院党团为什么会把这种人都惹出来联署你，然后那你自己，我说实在的，就算你们自己的党工拿了联署书要去那个街上摆摊子，何况你们摊子连都没摆啊，连摊子都没有摆，只会叫啊，只会喊说以罢制罢。然后，就算你摊子摆出来了，或者说这个党部的地方党部去组织摆出来之后，去叫党员联署，我就觉得你们是很难说服人家去帮你们联署，说去罢免哪一个人嘛。那譬如说拿吴沛憶这个选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绿营中最弱的一个选区，你只要随便摆个摊子，然后大家齐心努力，大概就可以过了。那你可能外加一个吴思瑶，这个地区就是 OK 啊。可是到现在吴沛憶的
连署书你觉得明天会交得出来吗？可能是挂蛋。你说5席，那真的是，我觉得那真是高估了，可能有1、2席就高估的。所以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啊。所以你国民党就是你很奇怪，你就是口头上一直讲，我也不晓得整个国民党的领导今年是出了什么问题。你显然就是你的底气不足，你在整个过去的作为上面，其实民调并不站在你这一边呐。你从这个政党的支持度，你就可以知道了。本来选完的时候，两党平均就是3成以上，3成左右，到现在你掉到民进党还是维持3成5，可是你已经掉到2成多了，你跟白营加起来，可能就是等于民进党了。那你为什么你的政党的反感率这么高？那你显然就说你这一年里面，大家对你政党的表现很麻烦、很烦嘛，就是不满意嘛。然后你现在连一个都连不出来，或者连2个、连3个的话，你还要去连公投？我操！他没有连公投，他用立法院有人提案啊，他用立法院党团提案，他没有连公投啊。我就是觉得很佩服啊，你们还要去弄公投 ，OK 啊？那元直，第一个是为什么你们会处于弱势成这个样？真的都是因为刚刚来宾有提到这个，尤其是党团在去年一直到现在嘛。那今天总预算案否决完以后，会不会让罢团的那个动能会加得更多？另外，就你自己来讲，最近你的被爆出来的事情，我有看到你有在媒体上一直不断讲，譬如说从那个你的助理的事，然后包括什么警察的事，你有一直不断的喊冤，一直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但整件事情现在已经传成这个样子，你对于这些为什么30几个人被过第一阶段，你好像是除了副总召，然后你大概是被爆出来的事情最多的。第一个，民进党认为我赢比较少嘛，所以我有2000多票啊，是破口啊，然后柿子要挑软的吃啊，把我干掉之后，民进党其实我们那一区很多人现在都觉得他们就是下一任立委了，所以在这一局很积极啦。然后你去看我们那区的罢团，然后戴着那个柿子头套啊，然后在那边羞辱我啊，所以他们觉得因为我们好，他觉得我们好罢嘛，然后所以罢掉之后可以让绿的上啊，所以特别积极哦。那我觉得这个，我先不要讲我了哈，你先讲大环境，为什么你们的人数也比人家多？你们去年选完票数也比人家多。对，可是因为我们的起步比较慢嘛，因为大家回想一下，那柯总召自己爆的料，他说他们是在去年1月多之后，他们就在思考这个大罢免这个事情，然后5月份的时候青鸟飞出来就开始要推罢免。然后在我那一区，其实他们也都很早就规划要罢免了，已经都搞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本来选罢法是说2月要就职1年内不能罢免嘛。那罢免我们的是在2月3号，就是在过年完的第1天就直接送件，那时候送了10几件出去。那我们的党呢，一开始主席的讲法都是说要以罢制罢，就是说好像就是喊话说要和不要战啊，你们如果要罢，我们才要罢。然后后来有一些我们的青年军看不下去跳出来，但是他们理解的选罢法的意思是说，就职1年内不能罢免，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弄那个联署的动作。那时候他们还搞一个什么叫什么书啊，什么这个意向书，然后一直等到就职1年之后，他们才去搞那个联署书。那搞那个联署书中间，当然因为时间很赶什么之类的，反正送出去，结果也知道我又不用赘述，所以现在是34-0嘛。对，只有基隆的林佩强还没有通过，这34-0。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反正就是因为国民党动作比较慢嘛。那第一阶段是这样，当然人家会被人家看衰了，但我觉得就是看第2阶段，就第2阶段。如果说我们的动能可以吹出去，然后第2阶段民进党也有一些人可以过，然后进入到投票，那当然这段时间被支持者看衰，或者是大家觉得国民党这样没用的那个就会被忘掉嘛，然后大家就进入到投票那所以把我们的支持者吹出来，然后去投票，我觉得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好，那民进党现在呢，就是一直在针对我们几个他们认为比较弱的，比如说像罗廷伟然后我就开始攻击。我先不要讲我，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为自己辩护，我就讲罗廷伟啊，他这个东西也是蛮扯的啊。因为当时是一个台大医生叫一个医生叫施景忠嘛，他就说有一个立委的助理跑去看医生，带小孩看医生，后来很不高兴，说隔天呢就把什么国健署谁叫来骂嘛。那本来还传说是洪孟凯，然后洪孟凯就觉得一直在澄清说不是他。然后后来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罗廷伟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跟罗廷伟竞选的对手叫江兆国，江兆国直接点名说，
施景忠讲那个就是罗廷伟，所以昨天罗廷伟就是立刻就出来澄清。那他有贴出个贴图，我觉得这个就公道自在人心，大家可以看一下啦。这个是罗廷伟贴出来的，他跟国健署的一个对话。那罗廷伟的说法是说，因为本来卫福部有一个计划叫儿童发展筛选服务，大概总预算是2.3亿。那这2.3亿卫福部是委托台大来执行，可是因为好几个月了，虽然说网站上都有这个服务，可是实际上就没有执行，所以他本来是要开记者会，然后后来因为把这个资料，当然有去跟国健署要资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因为是罗廷伟贴出来的，所以这边是罗廷伟，你看他贴的这个东西，然后两边有对话啊，然后最后这是国健署的联络人嘛，他就是说我拉业务单位5点，这真不应该，什么意思呢？不是罗廷伟发公文急件要求卫福部的人来开会，是卫福部自己说我们5点去说明。好，这个贴图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然后也没有所谓施景忠所讲的什么署长到办公室，署长根本也没有到，然后也没有什么他助理看诊然后不 OK 所以被骂的事情都没有。那江兆国为什么要点名罗廷伟，让罗廷伟一直要澄清这件事情？因为江兆国就是准备要取而代之啊，他想要选立委啊。那我们这一区也是啊，我们这一区因为这几天一直他们说要把刑硕的好像什么我官威很大，很会呛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都没有消息来源，然后就有一个远景说是录音，那个录音是变造的，说什么有一次我会勘的时候有拖吊车过来，我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从来都没有讲过这句话。警察出来都有密录器嘛。你现在就把密录器公布嘛，我只要有讲说你知道我是谁，我就一刀毙命了啊。那都不公布密录器，一直在讲说叶元之有这样讲，叶元之有这样讲。根据他的描述，他说我是在会勘的时候车子要被拖掉。那你就知道我是谁啊？我干嘛要说你知道我是谁嘛？这也不是我要会讲的话啊。然后扯到什么分局长被我什么施压，什么3桌跟我道歉，对板桥分局长。昨天一整天哦，记者都各显神通哦，都去找到了那天吃饭的人，有里长联谊会的主席，然后有警友会的，有谁，每一个人都说跟那个事实不是这样子。我那一天我也不是主角，我知道这个餐叙，我去的时候都快结束了，我们就是寒暄，然后也都没有讲到什么罢免，还讲说什么我跟分局长坐对面，然后讲罢免，大家都很尴尬，现场大家都已经出来澄清了，然后还是继续打啊，然后有一个也想要选立委的，我们那区一个议员戴伟山。以前未读案就是他造谣的嘛，出来造谣说我跟板桥分局长已经早有嫌隙了，说因为呢我叫板桥分局长去驱离霸团，然后他不愿意，所以我早就跟他结下梁子，这完全造谣，无中生有，一开口就造谣，因为我在我们那边霸团啊，你们如果有去就知道，哇，超级活跃的10个联署站，还把那个旗子都挂到交通号志上面的，有人还拍给我都懒得理他了，我想说好了就给你们去弄啦。我今天会浪费时间叫市政府、叫警察局去弄，没有任何证据是啊，就这样直接指控。我觉得造谣的太夸张，这个我已经准备要提告了。所以你后面会真的会有的太夸张，我就要提告。那媒体的部分，我是觉得媒体就算了啦，因为你不想跟媒体过不去。但是像这种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野心，他们就想要把我罢掉，然后自己来选嘛。口水都流下来了嘛。那我觉得每个人有野心想搏上位，我觉得都 OK 啦，人性是这样嘛。但不能用造谣伤害别人无中生有的方式啦，不择手段。那这样子不择手段的政治人物选上也是毒害百姓啊，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夸张。然后昨天晚上《自由时报》写了一篇新闻，然后《自由时报》去打脸3立因为那个板桥分局长什么那个是3立写的，《自由时报》说啊，据了解。板桥分局长那个吃饭不是3立讲的这样，自由时报先打脸3立，然后报了一个5年前的事情，然后说什么我被临检啊，酒驾临检，然后我很不爽啊，去又呛那个什么警察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密录器拿出来。自由时报说啊，据了解。板桥分局长那个吃饭不是3立讲的这样，自由时报先打脸3立，然后报了一个5年前的事情，然后说什么我被临检啊，酒驾临检，然后我很不爽啊，去又呛那个什么警察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密录器拿出来，有的话密录器拿出来我就死了嘛，就根本也不是他们讲的这样，而且不是9测临检，我那时候是连续2次
连续2次就是说我助理载我，然后我是乘客。我被临检，乘客他就是问完那个驾驶，然后再来问我。那我那时候只是很好奇，因为我议员嘛，被连续2次，有一次还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拦，就是每一台车每一个都拦，一台车上5个人，每一个都问，然后那个路段塞了10几分钟。我是觉得，这个有没有过当？因为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部长叫李永德，他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就被人家临检说，然后他就很不爽。我只是好奇说这个规定是怎样。然后被讲到说我呛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又那么喜欢讲这句话。我们每次有被问到我们投滴滴的好不好？投滴滴的好不好？这种东西就密录器拿出来，我就一刀毙命嘛。然后都没有消息来源，然后就是这样一直讲。我每天都讲，然后今天早上还有扯一个那个什么陈培瑜立法委员说啊，他听司机讲说什么我彪骂司机1小时，我精力那么旺盛哦，就是对不对？我大部分对司机都很客气嘛，然后我们还会聊天啊，说你家住哪？不要让太晚回家。他不知道可能听到一个，也许啦，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讲谁，因为他也没有说具体说是哪一天或什么。或许就说，比如说一条路，也许这个司机走快速道路，可能只要半小时，那他因为不喜欢走快速道路，那绕平面绕了1-2个小时，我们可能会讲一下，为什么不走那样？那这样我来不及，也许这样子会有，但是把它形容成彪骂1小时。我现在啦，只要去上厕所，人家都以为我在偷看人家尿尿啦。我今天我跟仁俊哥打个电话，隔天就传出来我妈3字经啦。我多累啊！我每天就是这样我只是想好好的把我立委的工作做好啊。可是就没有办法，就是每天要去回应这些。那我觉得，但是这都过程啦，基本上最后就是看投票，反正你就决定你自己心里笃定会进入第3阶段，你觉得？一定第3阶段啊！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听到很多霸团的收集人家身份证影本的方法啦，但我们现在还在求证啊。对，那至于说这个总预算，因为接下来民进党也要下乡了嘛，然后本来传出说行政院也要下乡，那其实这个都是跟罢免连结。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总预算本来大家有提案过，理论上就是。行政机关说明，有时候大家讲一讲啊，消除疑虑之后就会撤案，然后或者是说党团协商的时候，大家就会撤案怎么说？但是因为在这预算表决前，这个党团协商全部都被柯建铭拖掉了嘛，他都讲2小时的上古时代的事情，然后就拖掉了，他也没有很重视这个事。那所以这个总预算其实就是为了要煽动罢免。那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也会准备跟大家说明。好，元智在现场，因为他刚才就过程当中，他也提出他自己的一些说明。在场的来宾有媒体朋友，然后博文来博文，这整个过程因为牵扯到他一直觉得说就是有人无中作。元智刚刚意思你有听到？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针对他个别的这个立委哈，包括什么罗廷伟啦、叶元之，坦白讲这个就 low 掉了。我觉得我今天谈的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国民党为什么一阶段的这个会打成这样，会打成这样？我觉得很简单嘛。你强摘的果子不会甜嘛？你硬要民众去联署，你师出无名，你没有那个正当性。我坦白讲，那民众就联署不出来啊。我随便讲一个例子啊，例如说啊，我选个议员例如说啊，我选议员，25000票、35000票，这样再拿。你说，甚至好，我也选过立委，对啊，立委每一个立委，我看至少都7万票以上，7、8万票，甚至10万票都有，尤其新北的。好，那我要问大家。你这样的一个状况，假设说你的支持者这么多，你说里面有个300、500，你拿不出来吗？或者说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些300、500跟你坦白说，国民党在立法院这个倒行逆施，国民党让我们多厌恶，一定有嘛？好，如果他真的是激起很多的愤怒，像我们真的是接到太多，就觉得说立法院可以这样干吗？总预算可以这样干吗？什么？表面上说解冻，其实那个解冻根本就形同是已经是把整个行政机关把它冻结起来，冻的是人民的权益，大家是很生气呀。那这一股民意汇聚出来，就变成坦白说啦，第一阶段没关系，你国民党要继续怎么扣帽子都无所谓。我就跟你讲，事实就是第一阶段很快公民联署就联署出来了，就是联署出来，而且扎扎实实每一份就是这样子，那刚这个叶委员他讲说，哎呀，那个都是你们偷跑啦，怎么样？好，那没关系，你就来看吧。第2阶段不会偷跑，第2阶段大家喊一北气，我跟大家讲，有一些选区已经2、3天就好几千份了啦。你觉得这股民怨、这一股怒气是说，哎呀，我罗廷伟，我叶元之我可怜了，我上个厕所尿尿都会被人家讲，我打个电话给谁都会说我欺负他。
不是这个东西耶，这个是很 low 的东西耶。我们今天是要问为什么整个大罢免会风起云涌，变成全台湾一个好像全民运动，逼得我们好像我们觉得要尊重是公民的活动，我们真的没有站在第一线，但是你说我们要代收代转，或者有一些民众啊觉得那个很气愤，我要问这个罢免相关资讯，我当然要提供给他，我们主律师团来保护这些因为这些事情被查水表或者是死亡联署，他们觉得很委屈的这些党籍民意代表，当然是 OK 啊。所以我认为这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国民党的隐性根本没有拆，国民党的隐性不但没有拆，而且他继续加强，好，继续用个别立委这种。我坦白讲，今天罗廷伟啊，因为叶元之在前面我不好讲他了，我讲罗廷伟啊，那个。医生等等，那个都已经具名出来了，好，那都很清楚，那没关系，你可以去否认，你可以怎么样？可是如果你今天国民党聚焦就是聚焦在罗廷伟，叶元之我的委屈，我跟大家讲，这一次的罢免活动哈，我认为公民的那个怒气你无法想象。那我们不是没有给过机会，事实上提复议就是给机会嘛，提复议就是希望说大家冷静下来，是不是再思考一下哈？每次讲说，可是今年预算后多编那么多，我们也不会砍你一点点。我跟大家讲，新增的预算有多少？要这样比喻，我随便比喻啦。以前台北市啊，以前新北市在台北县的时代，那个时候一年才700亿、800亿的总预算呢。现在地方新北市已经2000亿预算了。那你会说，那我是不是要比照过去的那个700亿来检视这个预算？当然不是啊。你用2000亿的规格，但是你不要去阻挡我们因为经济成长，然后增加出来新的建设、人民的福利这个部分，你应该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你财划法，你不是说地方都不能跟中央要钱？事实上，我们现行的这套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行之有年，地方的负债也减低，然后地方各地的南北平衡差距都 OK。可是你今天提了一个突然跟中央要了几千亿的钱。你没有讲说你要做什么，哪有人家说我就是先跟你要钱，要做什么我再来讲，有这种事情吗？我再跟大家看看隐性在哪里。你看今天早上复议的时候在质询，傅崐萁对着这个主计长，他们两造怎么对话我都尊重啊，因为这是他们的质询时间。陈玉珍可以坐在人家党团，我们民进党党团干部干事长吴思瑶的前面，就那么样的一个身躯，就挡在人家面前，这不是流氓吗？你觉得人民看得下去吗？好歹他是民进党，虽然我们在国会，我们是在野党，我们在国会不是最大党，但是我们好歹也是国会第2大党的党鞭你为什么可以这样阻挡？他是更扯的是，叶元之叶大委员，他都可以在机密会议里面搞直播了。竟然说在场委员通通不能录影，凭什么？凭什么嘛？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行？你知道这个傅崐萁他蛮横到这种地步，然后他现在又是国民党的总召，你看他在台上质询，旁边还要安排2个娘子军，一句话都可以不用吭，就是陪他在那边当花瓶。有需要这样的排场吗？每个立委不是都应该独立行使职权吗？有必要用这样的陪衬吗？你今天傅崐萁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惹了这么多的民怨，然后你今天在那边讲一些什么我上厕所了，我怎么样？我坦白讲那都不重要了。你今天的根结问题就在于这个部分。然后我另外要讲，他们还进来还讲什么？说中选会不公平，不然为什么这个联署的份数会差距那么大？说你看那个选委会都明显偏袒这个绿营，我们帮忙。你回去看一下好不好？中选会是监督各地选委会，你知道各地选委会都是各地县市政府的市长、副市长或主秘在担任那个主任委员你知道这些份数是谁挑出来的吗？王宏卫，我告诉你是蒋万安主导的台北市选委会挑出来的啦，不是民进党啦，连要骂人都搞错对象，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悲哀啊。国民党要继续这样骂民进党便宜行事，那没关系这我们今天在立法院。觉得受到那么大的委屈，那不是我们受委屈，是因为我们编的预算被国民党这样恶搞，我们很委屈。我们当然要去跟民众讲清楚嘛，我们当然要下乡去跟民众讲，我们其实本来要做这些。好，因为国民党的删除造成哪一些可能的影响，我们跟人民讲，请问有错吗？
你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恶意啦，就是故意要跟罢免连结，民间风起云涌的这种罢免的气氛，不是民进党引起的，否则今天一样啊。假设今天民进党也做了天怒人怨，我跟大家讲，那个罢免也不用什么，黄绿锦如去跟钟小平怎么斗，朱立伦什么被赵少康骂才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做的天怒人怨，让人民感受不到那个好处，我告诉大家，一样那个罢免立委的罢团根本不用国民党在背后策动，根本不用国民党拿着令旗主导，一样就罢免你。罢免立委的罢团根本不用国民党在背后策动，根本不用国民党拿着令旗主导，一样就罢免你。所以我就在民主时代，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人民最大，面对民意，请大家都要谦卑。有人要回应吗？那国民党这边就是讨厌民进党多不多呢？我也可以讲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电话也是一直打来骂民进党啊，也是一大堆啊。财划法在民调的时候支持财划也比较多啊。这个都是各自政党的说法啦。那你们就罢免联署啊？有啊，有啊。好，那就公民那我讲风起云涌会出来。你刚才讲话都没有打岔哈。譬如说，后来不是说要罢那个吴思瑶跟吴佩益，也是2天几千份啊。那时候那个联署多踊跃，结果一半都是假的，一半都不合格联署啊。后来就是前几天补件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去联的时候也是机车啊，上面那边填啊，也是动能很强啊。这个就是大家各自论述啦，不要把自己讲的都是正义的一方。那至于说什么，我讲什么厕所很 low 什么，那你叫你们的议员不要造谣啊。我是回应啊，我也不喜欢这样啊。我不需要去回应你啊，要讲就讲。我怎么知道你那件事是真的是假的？你说很 low 嘛，我不用去评论你那件事情。你要叫那个议员不要这么 low 嘛，你要叫你们的议员不要那么 low，因为不是我，不好意思，我是回应那个部分，媒体人家也有查证。媒体有那你去对媒体回应吗？我有叫板桥分局长说叫他去驱离罢团吗？有证据吗？那你去跟媒体讲啊。没有，这个是你们的戴伟山讲的嘛。那一件事情，你是民进党副秘书长嘛，所以你们党员造谣你都不管，然后说这很 low， 我不用去争辩。我也可以跟你讲大方向啊，但是你不要任由你们的党员造谣，你不需要这种态度。造谣啦，我不需要为你的个案去为你背书或讲任何话。所以你任由你们党员造谣，你在说我们 low， 人民对你的质疑，不要纵容你们的党员造谣。谢谢。那刚刚言之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朋友，各位在场的媒体人有任何的一些意见吗？包括将军，我觉得重点在于到底人民信不信，这才重要。如果人民信了，那叶元之就有危机对不对？如果大家听了有60%以上的人觉得相信，那叶元之要赶快提告。他刚不是讲他后面会要赶快提告，而且要针对消息的源头，是谁放出来的？是谁把这个消息给揭露出来的？因为他所揭露出来的内容有你说变造，那声音是一定要变造，要保护当事者嘛所以一定要变造。那你要针对这件事情的源头去告，而不是去告那个旁边的虾兵蟹将。你要告源头，那你去告源头的时候，这个事情一定会进入地检署，要不然进入法院，那法院就会把这个事情还原，把这个声音还原嘛。那还原出来是真是假要快 ，OK， 否则如果说你只是用这个所谓我来澄清，或者说我觉得这是骗人的，等到事情澄清，罢免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要快，针对源头一针见血，给他讲清楚，给他告到底。其他的来宾对元之刚刚讲的有没有意见？要不然的话，我要进行到傅昆萁总召这一块。OK， 因为议题真的太多，每天都不断的有很多的一些讯息出来。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罢团某种程度是比较讲精准打击。我觉得罢团是比较精准，就是譬如说傅昆萁总召，因为毕竟来讲是总召，然后包括在花莲，大家都觉得是蓝营的优势选区。元之刚刚讲说，因为罢团觉得他也许那赢的分数比较少，这些各个地方，但明凤。现在看起来，副总召没有在怕这些的，在立法院里面，你看到他们跟绿委之间，不管跟沈伯洋跟谁之间的直接的对话之间的所有这些某种程度，对于大家都讲说，大部分的被罢的委员都会觉得说没关系，那我就低调一点好了。那但是副总召没有，他采行的方式是他觉得如果低调的话，反而会别人认为他怕了吗？所以他要用这样一些模式吗？当然啊，就副总召的地位。跟这个位阶，对不对？他怎么可以怕了？他一定要再怎么怕，也要装出一副我不怕的样子。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怕不怕？
他怕啊，一早开始，不是很早开始就开始跑这个地方的说明会。他是我听到那天他在花莲开始办说明会的时候，我吓一跳。他动作比其他区的立委还要快。你看叶元之现在有没有办说明会？他可能有啦，什么9人客厅也在跑了，他不讲每个地方有对有在跑了。可是像傅昆萁这种看不到的人，他在花莲几乎大家觉得他稳如泰山啊，根本不用理会这些小鬼，什么89什么去花莲干嘛的，然后还谁去迁去花莲？谁？张义善，对，他迁去花莲什么的。干嘛理会这些人啊？可是问题他现在怕不怕？他现在还是怕啊，因为他现在那个说明会那场说明会得罪了叶爸。好，那你得罪叶爸之后，而且你在花莲政敌上面，你整个势力在花莲上面已经盘旋了好几年，而且你的政敌现在也趁着叶爸突然出面反击你了。过去魏家哪敢对你大小声啊？但是他就借着这个叶爸的东西去骂你傅昆萁啊。那张俊跟他把这个不合了，所以说为什么傅昆萁这次，我觉得他也是有点胆寒呐。他虽然表面上他一定要装作我还是总召，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都是你们民进党什么间谍，他不是继续骂沈伯洋吗？间谍是，对，间谍啊，什么人渣啊，什么东西一直骂。可是骂完之后，大家对他的这个仇恨值，对国民党的仇恨值只会更高而已啊。那所以说，你傅昆萁，我觉得就是说，你不用，如果你们真的知道柯建铭就是在跟你们用这一套，让你们陷入这个陷阱的话，那问题立法院谁加谁是多数嘛？你们就自己解套啊。那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陷入所谓柯建铭的陷阱跟圈套？那如果柯建铭好，你们觉得柯建铭就是要用这一套把你们牵进那个所谓的罢免的这个仇恨值里面，那你就自己自发自强，然后自己做一些修改，把这个民怨去掉不就好了？然后你现在就一直在骂柯建铭怎么样，那有用吗？那没有用啊！而且你们是多数。我说实在的，即使柯建铭乖乖的跟你们协调说，这个哪一条，你们就真的会过吗？那现在民进党搞不好就是摆明了，你们自己要你就自己改。好，那现在民意是站在我这一边。那你们如果说你们要搞这样的话，你们就自己改。如果你会消除民怨，你们要自己改。如果你们不要帮民进党弄下台阶，民进党可能也不想帮你弄下台阶啊。现在搞到这种比数，我要是民进党，我当然继续往前进啊。如果你们当时有连到10席，好32-10，那时候再来讲嘛。那你现在已经快2天就完成了。可能民进党部分就挂蛋了。那现在谁怕谁？现在这种筹码就是随着这个政治的条件就是在改变了。如果筹码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就全部弄你嘛。那所以说，那你们自己就要开始说，我要怎么修正我自己的东西？你要。其实这个是一个降低仇恨值吗？对，降低仇恨值，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党的危机。如果你们有30几个立委在这个罢免的线上，然后你们只能做防守方，然后全部没有办法做攻击的时候，你们要不要把所有你们现在执政的县市长，要不要叫来开一个大会，然后要面对这个危机要怎么解除？你们其实应该这样做，因为。各个立委还是属于各个县市长里面所谓要辅助的对象嘛？那里面这么多的县市长，6都里面就占了4个人。那这个对于这些首长，如果集合起来，就说整个包括你要召开一个党的扩大会议嘛，就是你包括党团，还有这个党的县市首长、6都首长、立委。怎样通通坐下来，或者县市议员坐下来要怎么面对这个危机嘛？可是你们现在又不是啊，一切都是。民进党怎么样啊？什么故意的？好，你明知他故意，那你还掉入陷阱里面吗？我觉得以前跑党政新闻，就是国民党很容易就会开，或是民进党都会碰到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开一个很大的这个大场面的大会来面对嘛。表示众志成城。对，那今天为什么国民党联署不了，然后连开这种大会也开不了，然后朱立伦只会修理不分区的？那事实上。总召的部分要不要管？总召的部分要不要管？你现在在这2天又出现这个所谓的
质询的问题啊，你就碰到一个铁板叫陈淑芝，人家你好，你是主机长那一块，对，未婚，那我们未婚就应该要什么？他就最后讲一句，我们这种年纪一般的话都当祖母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年纪没有当祖母就很奇怪嘛，很奇怪。对啊，为什么？没有，当种质询为什么会问到？我后来问一下，我后来看他说他是在问地方福利，就是财划法如果增加地方福利，你作为一个母亲，你会得到感谢。可是问题是，那你就踢到铁板了，人家就没有结婚啊，就没有母亲，没有当过，更不用讲祖母啊。然后你要旁边两个陪你的人，刚好又站一个女生。他又在做这事，又做这个，又开始做文章说你性别平等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质询。通常3个人上去就是平分时间，那可是问题是旁边2个人为什么？如果你们不讲话，为什么还要上去？所以说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俩不上去就只能有15分钟啊？要3个人才有45分钟啊？对，那你就不要，你要做的平均一点啊，至少要讲1、2个问题啊。后来这2个人讲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们的时间完全是给总召的意思吗？那总召如果表现得好，那就好。可是问题是总召如今表现不好，那你这个柴火一样没有办法拆弹啊。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国民党到今天还乱到这样。那你说那个中正万华那个更离谱不是吗？已经要联署吴沛忆了，结果这个党部主委就开始跟所有的资深的议员那边吵架，吵到你死我活。我从来没有看过民进党有时候也会斗得很凶，但也不至于在这种生死关头上面这样子开始乱丢什么东西的。然后你这个主委是做的，我也不晓得，你对国民党贡献很大。但是你就是死活，你就不应该在罢免之前指定一个人说那个人要选。那其他的议员，你不要说钟小平了，这些什么其他在那区的议员，谁要出来帮你做罢免？所以说我觉得很奇怪嘛。对啊，那你说好了，那博文以后要不要选哪一区或哪一区？可能也有人在传啊。可是民进党会指定说，这个区就是未来就是谁选吗？已经是康仁俊了。对啊，这区一定是康文俊了吗？那博文就会帮康文俊做罢免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简直是好像幼稚园，你明明是百年政党，怎么会返老还童的感觉？当然，其实提到，因为副总召当一发现问出来那个问题，问主机长那个，他后来马上讲说抱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出来，当出现那个对话的时候，一定是不当的一些，可是已经问出来了，但。这种插曲为什么会频繁的出现这样一些事，或是说过程，或者刚讲到国民党难道没有能耐？6都里面国民党占4都啊，更不要讲其他所有的县市，那县市国民党绝对占多数，各地诸侯总要保你这个地方的立委，然后每个地方议员或是刚刚敏凤讲，大家开一个大会，好歹让老百姓或让蓝营的支持者看到，我们大家也就是一起要面对这一场罢免大战啊。现在连这个都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模式，或是战斗蓝，大家为什么叫战斗蓝？总是战斗力很强嘛。那为什么现在这些态势都摆不出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说，到底这个盘谁在抄？国民党这盘在谁抄？到底是傅昆萁在抄还是朱立伦在抄？不应该是朱立伦吗？理论上应该是朱立伦嘛。但是你看公投这个案子最早是立法院出来的嘛。就是说你们到底谁在抄，谁要负责嘛？我就讲说，今天不要说国民党被翻6席啊，国民党被翻2席之后，那个谁要下台了？是副总召下台，还是朱立伦要下台？你觉得翻2席就要有人下台？不然呢？你觉得会有人下台吗？不是，就是大家总要把这个责任讲清楚，总要讲把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嘛？那你今天朱立伦会惹火人家，就是说你讲的东西，才1、2个礼拜而已，都没都落实，不是说半年之后看发现说不是你讲的东西没落实，2个礼拜就心里跟发现说，一翻牌你讲的东西怎么跟状况跟你讲的东西差这么远，所以大家会火大嘛。那基本上来讲，国民党是弱势党中央没有错嘛。长期来讲，就是说他从16年开始就是一直弱势党中央。那弱势党中央，你是不是该去做好弱势党中央的事？你看人家黄国昌跑去问卢秀燕说他去看卢秀燕的时候也在谈罢免啊，说我们在这地方可以合作示范啊，对不对？那你朱立伦到底去问过谁嘛？我就讲护罢这件事情是谁是哪一个？你告诉我哪一个县市首长同意护罢嘛？我跟你讲，一个都没有啦，因为他们要去保他们的自己的立委，他们一定愿意啊。但是你要说他要去地方上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要去罢免别人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嘛。每个都是这样。那你的策略，如果地方首长都不同意的时候，你这策略到底怎么出来的？
地方首长都不同意的时候，你这策略到底怎么出来的？你到底怎么？你是用西反射跑出来的吗？好，那今天来讲没有错。从谢国良的例子来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只能够热战，不能够冷战。但是即便是热战，你也是要降仇恨呐。谢国良在热战，他的谢国良热战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讲过人家霸团呢。对不对？他一直在降仇恨，不再在降。谢国良那一战的时候，还记得那时候本来媒体上有传说，国民党有人是不是讲说要罢议长？因为议长是民进党籍嘛，童志伟嘛。那个时候过程还有人讲说那要不要罢议长？结果后来谢国良也出来讲说没有要罢议长啊。某种程度是不是他在降这个仇恨值？他知道虽然打热战也要这样怎么做嘛？你要罢议长，我说不要。你要说想办法，我说这个跟我无关嘛，对不对？谢国良在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国民党现在状况是说，你一天到晚还在去拉，还在去拉高那个对立仇恨。好，当然这东西你会讲说他们会讲说是民进党责任，问题你自己该做的，有没有做好嘛？比如说你今天来讲，你今天傅昆萁那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在讲那个预算，我觉得他后来讲说大家预算都增加，我觉得也部分是事实，但问题是你如果删预算的时候，你就把数字算给我听，不是很美满。你删预算的时候，叫了几个部长上来，然后要去对那个预算。但是你删预算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删多少吗？对不对？今年预算真的是删的非常非常乱了。就现在状况，就说你国民党的状况，你比如说你现在又要提公投绑罢免，你又是一次因人设事，你今天来讲。碰到你自己，你就要玩一团，就是你不断的去拉这个仇恨，我觉得对，我觉得会对整个国民党的氛围，就是说原本是不干他们事，反正你党团跟你朱立伦跟傅昆萁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现在状况是打个错开杯戏，原本的状况是说卢秀燕可能不选，现在状况是说大家拜托你们两个。现在是这样子啊，不然以你们现在过去这10几天的表现，如果明年底的盘给你们抄，我讲所有国民党县长跟议员都没得修哦。对，柯仁俊有很多时候总是招子放亮一点，譬如说夜霸，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这样，夜霸就不要碰吧。夜霸这个话题对花莲来讲，如果对副总召来讲，是不是就不要碰？是，而且不是我不要碰，是某种程度只要能影响到的人，因为傅昆萁自己是出来讲了，那我们尊重老师或者什么，他等于也出来道歉了。是。那为什么还有人直接出来在讲夜霸无理取闹？或者就你这个时候，你是要反串吗？你到底是要帮傅昆萁还是要害傅昆萁？那讲完以后不会有帮助啊？为什么还要在这地方添柴火？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外界看国民党党中央，甚至是国民党这些被罢免的人哦，就说你今天你就算要两面手法好了，你也做的稍微细致一点嘛。好，你刚刚讲那个夜霸那件，傅昆萁确实他有讲啊，那你看那花莲市党部主委当时是怎么讲的？还故意弄了一个照片的截图，人家给你告诉你说那个截图是已经裁剪过，人家是参加一个活动，那你刻意去找这张照片，而且那时候我看到记者去问这个作者说啊，你们看的人看得懂都懂，讲这话就没有意义嘛，所以确实啦，你说今天面临到这种大败美，国民党的党中央是成为众矢之的啦啊。今天批评他们，其实老实讲，国民党怎么会怕民进党骂呢？如果要讲说越打击他，越攻击他，他越强大，国民党一定会希望是民进党攻击他。当然，但现在攻击国民党党中央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的人，就像朱立伦去被人家呛下说你下台什么，那个他的难堪其实在那个地方。包含到什么？包含今天赵少康的那个说法。说实话，上一次那个一阶没有那个一阶要补件的时候，赵少康确实出来说了重话。是啊。可是国民党有些人那时候就把它解读成为，就是说赵少康是有爱党心切。对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一讲了之后，哇，大家就冲，那整个士气就被拉起来了。对。但你今天没事突然提个党主席选举干什么？有时候这个话讲出来哈，讲了4个人嘛。最后那一个没讲的，没有被讲到那个，我觉得才是重点嘛。他提了几个人？他提了立法院长韩国瑜嘛。他说总统都能了，为什么不能？这一点对不起哦，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明文规定，立法院院长啊，在这边啊，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不得担任政党职务。有本事把法修掉。就是赵少康突然也跟你喊说，哎，韩国瑜为什么？要不然就辞掉。立法院长，对嘛？就你两个选一个嘛，因为组织法是这样啊，不然你就把它拿掉。不然我不懂赵少康为什么突然丢一个，好，那没有关系，他也点了其他的人，对不对？包含到说什么，傅昆萁他觉得也 OK， 卢秀燕他觉得也 OK， 后面点了一个谢龙介，我觉得也 OK， 好不好？我也不敢讲说不行，可是你没发现他有一个人没点，朱立伦，
朱立伦是没资格选吗？还是怎么样？就你看他点了这些人，他表明了那你跟我讲说，承认就是他觉得可能他不适合，不是？那搞不好如果按照原先的那个说赵少康讲的什么批评的是为了要冲票，难道他要帮朱立伦冲票吗？就你在这个阶段居然去挑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党中央大家一直在批评的东西，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今天这个罢免案为什么到后来的？说实话啦，你觉得国民党到这个阶段里面，他重视的是罢免绿委，还是透过这个阶段里面去铲除国民党内的铲除异己？你刚刚提到说，连罢免这件事情，为什么跑出一个钟小平，干他什么事啊？他妈的议员啊！就你今天好，你有本事，你国民党党中央就公开下令说，你所有的议员全部给我出来力挺，全部给我出来啊！你没有，你分数不到，每个人交多少份？对你不到，那我公开指责你啊！那你也 OK 嘛？你也没有，你谁不好点，去给人家点一个钟小平，钟小平你觉得为什么搞到最后变成是我？然后变成什么？演变成他跟那个党部主委两个在那里隔空对呛。那他把整个的焦点全部都弄凝掉了嘛？所以现在我为什么讲说国民党是不是透过这个罢免的这件事情，开始是干嘛？没有清军策啦，因为连军都要被清掉了，就开始把这一些我可能以前对谁觉得有意见的，全部都拉上来。那个其实对于国民党的党员来讲，他其实现在是混乱的。我现在到底是要去搞罢免的这件事情，还是我要先来看一下谁适合当党主席，还是我应该觉得说，这个人也出来冲这个叫好？我也听到国民党内有些声音啊。那赵少康，如果你身为战斗蓝的这个精神领袖，那你为这件事情出多少的力量？好，那你今天在这边喊一喊之后，阿董豪说有冲上来，那你未来这30几个里面，你愿不愿意进来？也有人说赵少康你也可以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啊，你都曾经代表国民党去参选副总统了，你的这个辈分、你的资历什么也足以堪以重任。但为什么都是点了别人完了之后，然后让这些人来自己上位？你看今天被点到的那几个，超低调。当然没有人要在这个时间点说好，我们来登高一呼。国民党党主席难道只负责罢免这件事情吗？结果我今天听直接讲人好了，我今天林涛嘛，因为他现在是智库的副执行长我问他，我说你们现在党中央是不是有觉得委屈啊？那其他讲了一个啦，就是说如果要讲朱立伦的战绩啊，从他当选党主席到现在为止，难道没有打胜仗的时候吗？县市长的选举，国民党没打得太差嘛。立法委员的选举，国民党拿回最大党，结果现在一刀切。对他们来讲，他们或许心里面有委屈，那宝宝有苦，不能乱叫宝宝，就他们有苦，大家不能说。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自己不说，但外界这么一开始逼，你不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逼宫的味道吗？不过现在元之对你们自己来讲的话，第一个，你们要怎么样去降低自己？我讲整体国民党，因为30几席嘛，要怎么样去降低整体的仇恨值的问题？第二个，要怎么样去凸显出？因为刚刚讲，那对绿营来讲的话，你们除非要把他们的仇恨值能够拉高，要不然的话很难就讲说联署能够大幅的出现多少份像这样的奇迹。那另外就是对傅昆萁总召那最近的这一些的事情，有人讲说他会出现仇恨值移转，你们担不担心？我先帮党中央讲一下话好了啦。其实我们党中央，我觉得刚刚仁旭哥讲的啦，确实就是说一些操盘还是有一些成绩出来，而且比如说以2026的县市长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比如说南部有一些县市，因为比较早确定人选，像高雄就是柯志恩，然后台南谢龙介，所以因为比较好确定人选，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在选上面就比较至少就比民进党来的轻松。民进党现在他们自己还在竞争嘛，所以我认为党中央还是有一些规划是不错的。那当然现在那都是选不赢的。但是至少在不管选不选赢的，但是至少选票因为早点定于一尊嘛，那党就比较团结嘛，选票一定是有帮助的选不选赢就是看明年呐。那当然现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大罢免的情况34-0大家会不会好奇那个唯一一个没有过的是谁？还没过的是基隆林佩祥，对啊，那他们是比较聪明啦，因为我相信罢团也在评估啦，就是说。基隆因为去年已经刚打过一仗，而且不同意大于同意，所以林佩祥几乎是不可能罢掉。然后基隆他们送了2个基隆市的议员出去，所以林佩祥硬要推的话，其实民进党基隆市议员是岌岌可危所以林佩祥是最后一个嘛，其他人早就像我是第一波就送出去了。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我们内部就一定会不满嘛，不满就当然党中央就是负责的，就全部都投着他。那因为赵少康那时候。
也有出来，等于是有点小开炮嘛，所以人家就说，那不然你要不要选主席？他不要，他又点了4个这样，所以感觉上这个话题就变炒热。可是我们内部没有人在讲这个事情啊，党主席这个选举其实是一个假议题，没有人在讨论这东西。然后前一段时间还有什么倒阁的议题出来，那个倒阁也就是中部的那个政要，重量级的政要。你不要讲太早啊！我告诉你，没有，我说这一波就是有人要在讨论的。因为赵哥后来也提了，不可能啊，也提了倒戈的问题。没有，我觉得智库就是在讨论倒戈，不可能。就民进党都一直在讲国民党会倒戈，绝对不会。我不光挂包警备，国民党会不会提？还是民进党你觉得不会同意？国民党不会提了。老赵今天在讲那个倒戈，其实在跟你讲什么？在跟你讲护霸已经死掉了啦。你国民党要换思维，他不是真的叫你去倒戈死掉，他是在讲护霸已经死了，你国民党要去想别的办法。现在在谈倒戈，倒戈是民进党异想天开。你问博文，你觉得他会倒戈？你明天听不是你这讲法我听过啦，哪里迷茫啦？谁迷茫？民进党在迷茫啊！说我迷茫？民进党，我说民进党在迷茫，智库的执行长亲口说的，你觉得是迷茫吗？你说国民党智库吗？对啊。说在一个场合上面去游说张启凯说，我们一起倒戈啦。对啊，说在一个场合上面去游说张启凯说，我们一起倒戈啦。你们倒戈之后，白营搞不好会有区域立委。国民党支部执行长是谁啊？跟支部执行长不是柯志恩晓得吗？不是柯志恩下来了。可是我们内部没有讨论过啊，所以智库执行长不太可能去代表我们去讲，但是真的没有讨论过。他就是讲了，而且他还游说白营的那个人姓张。你刚才已经讲了，你讲张启凯不是？刚刚讲了吗？你刚刚已经讲了，被气昏了。所以明凤，你是说他们真的有人会认真讨论？不是，在讨论的。明凤姐讲那个我听过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你听过？我听过了。好，你说国民党内有人会这样讲，老赵今天也这样讲啊，对不对？但是柯志恩是有人吗？如果最开始是中部的立委，那现在已经是柯志恩，就是在礼拜一讲的，而且已经进行游说了。那么他们逻辑很简单嘛，因为你这样重新来一遍，两边就是平，就大家都打，不是只有我们要被打。那你现在罢免完，好，就算有成功没成功，有成功的就没成功就算了，有成功我还去找人来选，然后被罢免还不能够募款，那这个很难弄嘛。所以说他们现在才是真的有在讨论要倒戈这件事情。可是他们自己没办法倒啊，所以一定要去游说白营嘛。对啊，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啊，他只要提绿的会支持啊。你确认绿的会支持？会支持啊，绿的喊那么久，现在就是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现在就是绿的要不要支持？以前绿也是说来啊，来倒啊，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看到这重点就是这个比数，我看到你现在比数34-0，绿为什么？对，我为什么要跟你倒戈？我就是完全打34-4就好了，34-0就好了嘛，我干嘛跟你倒戈？三阶在是不是？所以嘛，一阶的34-0跟三阶的34-0是完全天差地别，好不好？看二阶能够过多少？不是，他不用全过，他只要过6个人就好了嘛。你是说那个最后第3阶？对，第3阶只要过6个人，加6个人就好了。因为你现在如果绿委是挂零蛋的话，就是表示现在的席次都有啊。那你这要从那边溜，而且国民党要重倒戈，原因是因为白营的票已经转移了，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子打下去，搞不好他们可以从白营这边再捞回来一点。那白营为什么答应？所以白营就死不答应啊。不是啊，柯志恩从来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啦。柯志恩从来就没办法代表国民党，他只有跟党不一样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代表国民党？是最诚实的国民党人。不是，但是他从来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的意见嘛，他只有跟国民党投票不一样的时候，他怎么可以代表国民党的意见？你们内部没有讨论过，真的没有讨论过。可是，但是因为我因为米凤姐内部比较多啦，因为我们没有，我在我们内部是没听过，那他可能从外部有听到一些内部，我不晓得啦。但我是知道说，因为大家很急，所以就有很多想法抛出来嘛。譬如说台中我听到不是立委啦，是一个其实大家都认识的人啊，这个重量级的台中政要，他是到处有跟大家讲说，其实现在算起来好像倒戈比较好啊，我们重选好像利益比较有优势，然后假设到最后34-0的话，那你看我们国民党每一个都要重选，民进党好整以暇，到时候民进党就可以在国会里面如何，很多人会丢很多想法出来，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
现在国民党稍微有点动荡嘛，所以大家才会有很多这个想要救党救国的想法出来。但是我这个不代表就是有跟党主席挂钩啦，所以我觉得这主席这一席是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柯志恩跟朱立伦不会挂钩是不是？没，我是觉得你们要用挂钩吗？两件事情是没有，两件事情没有挂钩。那不过绿营会怎么样看这个所谓的倒戈议题？这个跟绿营真的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自己是执政党，我们不可能去提倒戈这个部分。那如果人家提呢？内部也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因为目前真的就是内部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那刚刚这个。后池他是运用一点这个采访上的技巧，不小心那抖出了一个新闻这样出来。那我相信以敏凤他在新闻界的阅历，那我相信他讲话应该是事实。你是说我中计了？可信度很高，中计了。对，所以这个两位那个新闻界的前辈，这个一大上我看的是非常精彩。但是我必须讲，这个跟国民党、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步骤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执政党，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行政团队把它稳固好。那我其实就讲，今天真的很可惜，今天复议案如果说大家真的能够再讨论一下，这复议案过的话就 OK，就如果复议案通过，那大家重新再把这个再检视一次，可能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只好面对民众来进行诉求。OK， 我强调一点哈，这个是国民党倒戈这个事情，国民党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第一个，我讲执政党。立法院行政院长谁提的？总统命名的。总统是他们党主席。即使有人提倒戈，他们出来附和倒戈，这在干嘛？叫造反嘛？我不认为。可是卓荣泰自己也讲过。对，卓荣泰是这样讲，他希望讲，因为他就是笑国民党不敢。但即使国民党真的提出来，民进党不可能附和。我跟你讲，不可能附和，附和就造反了嘛，那就乱了。民众党会支持国民党倒戈吗？也不可能。以现在的支持度来讲，不可能。民众党不可能。黄国昌很清楚。辽洛可以重选黄国昌，他们可能拦腰砍，剩4席，那国民党会增加。但是呢，当黄国昌的8席不支持国民党的时候，国民党的倒戈不会过。是啊，可是我说会不会提？我觉得有可能提。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是34-0，演变到后来的第2阶段，好啦，不要说6了，我们猜一半，我们猜一半，只要超过15个，各位15-0难不难看？进入第2阶段，很难看哦。而且呢，我告诉你，一直到第3阶段投票之前，国民党所有的立委 K 的，你看今天在傅文琪旁边站的都是不分区，怎么战将都不见了？徐小清呢？王宏威呢？罗志强呢？怎么都不见了？不能站啊！在那边是票太多吗？可是国民党如果连倒戈都不提，我先讲倒戈提出来，绿跟白都不会支持你，就不会过。可是你一定要提，为什么？士气，就是赵少康讲的嘛。你现在就一路挨揍，你现在只有一招可以做，就是冰斗了，就是冰斗。那这个桌子翻不翻得成是一回事，你要敢掀桌子啊。如果你党中央连掀桌子这种态度都不敢有，国民党这个低迷的气势会随着8月的所谓的罢免投票，一直衰到什么时候？衰到2026。那时候整个县市长、整个地方的议员那会炸锅。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个倒戈。不会过，但是一定要提，因为你不提，我告诉你，面子里子都输了。OK， 可是这一次在整个大罢免风潮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像曹英正他们一直把这整个罢免的氛围，包括跟两岸之间、跟反共啦、跟所有这些全部都把它摆在一起，而这所有的牵动里面，跟最近的一些的议题来看的话，会不会都有一些所谓的联动性？好，譬如说，这几天媒体上面我们有没有退役的飞官去泄露一些的国防的一些机密，甚或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陆配，然后在过程当中，他的一些言论有没有涉及到讲说要武统啊什么什么这些，然后被撤销掉所谓的居留权这些，在整个大罢免氛围之下，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好，我们一个来看，将军，我们的飞官那个媒体上写的那个退役飞官，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就不是单纯大家讲意识形态或感觉了，这一部分就涉及到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哦，实际的泄密哦，对，而且他泄露的是国防重要的。军事科技研发机密，那个雄式飞弹就是把雄3，让 IDF 可以挂载。OK， 这多严重啊！因为雄3飞弹以前是舰载，舰载的话，它的航程有限，它接近所谓的航舰或是军舰的距离有限。可是如果你是机载就不一样了，机载可以4距外丢下去，它对于整个航舰或者是军舰的杀伤力，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认为老共想不想知道？超级想知道。那为什么这个史姓的退役的少校飞官会干这种事呢？我要跟大家讲哦，
国防部有一个单位真的要强化，叫做保防安全处。这个保防安全处，以前我跟任俊在军中服务的时候，听到保防正式来，那是不得了的大事啊！我跟你讲，你的军人生涯很可能因为正式保防来查你一次，你就 over，你就结束了。也就是什么？保防是什么？保密防谍。对啊，你只要牵扯到保密防谍，那是忠诚度的问题，你就结束了。那可是现在军中还在喊保密防谍嘛？我觉得越来越淡薄。为什么越来越淡薄？重点在于对于退伍的将领，甚至现在已经降低到退伍的校官，退伍会对他毫无约束力，因为他退伍以后，像我们将军可能管制3年到5年，那可能一般的少校、中校可能1到2年就结管，结管以后他到对岸去，你说做生意也好，或者是你说军人本来就不会做生意，可是你要想到退役的飞官跟退役的陆军军官不一样。退役的飞官，你一不飞行退下去之后，你的退休俸跟你的薪水可能差到5、6倍耶。因为以前一个现役的飞行少校，他领的薪水比我陆军的少将还多。那你想想他一退伍以后，突然间那个薪水的落差，然后他到中国去做生意，被这些在中国做生意他的学长们稍微讲一下，你这样退伍你撑得过去吗？一下少这么多钱，所以被钓了，被钓鱼钓起来了。然后刚开始呢是提供他本身对于空军科技的一些知识，可等到你退伍3、5年、6年以后呢，你没有办法知道那么新的知识了。回到台湾，请这些学弟来吃饭。所以我为什么讲到保防安全？这些学弟学长你请你吃饭，你会有防备心吗？你不会有那种防卫的心哦。以前一起飞的，我们一起飞行的，他坐前座，我坐后座，他是教官，我是学生。教官现在退伍了，从中国做生意回来请我吃饭，我有理由不去吗？可是我要强调，国防部到了现在跟10年前截然不同。现在两岸的情势紧张，每天这么多的共机共舰来越境来骚扰我们，我们的飞官、我们的第一线的海军舰艇、我们的飞弹军官，他所掌控的军事机密非常非常的机密。所以要管控这些人，不能随意接触跟中国回来的人，这不是人权问题。这是非常时期。我们的飞官、我们的第一线的海军舰艇、我们的飞弹军官，他所掌控的军事机密非常非常的机密。所以要管控这些人，不能随意接触跟中国回来的人，这不是人权问题。这是非常时期。不，当然，你说这是少数的一些如果退休的一些，不管是军官啦或什么，造成这样一些结果，可是对整个国家是不是真的造成很大的影响？刚将军有特别提到啊，这些不是单纯的人权问题，因为它牵扯到的是国家机密，所以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身份的，不管是政务官啦，或是特别机密的一些人员，你会有包括赴中国大陆去的时间管制或怎么样。但不，因为两岸之间毕竟有很多包括。你说通婚啦，所有这些，那像陆配来，像这次讲的雅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怎么办？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有这样类似的事出现哦。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处分啊，只是过去就是说这些法条没有被正式，没有来执行。可是因为这一次，我觉得这位网红雅雅她的说法真的太过分，而且。不但触怒了这个底线，而且我觉得也引起这个包括网络上或一般民众的这个愤怒，所以我觉得这个依法就是要这个取消他的依亲居留，然后遣送回去。那为什么？大家想想看，他讲的是说这个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其他理由，武力统一台湾哦。坦白讲，你今天如果说啊，这个我认同中国啦，这个全世界只有一个什么一个中国等等，我觉得这个都。但是武力统一台湾，这个会对台湾人民造成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而这样的人，就生活在台湾，还是过来申请居留依亲的人哦。他甚至还讲说，为什么中国迟迟不武力统一台湾？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然后你讲说为什么你不来打我们呢？赶快用武力来把我们统一收回去啊！我坦白讲，这个不要说什么言论自由，这早就已经逾越了言论自由的这个分际。我相信这样的言论，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即使最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没办法接受。所以我认为这次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为所当为，而且依法，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就依照法令来处理。那我认为像这样的东西，至少可以遏制。我举例来讲哦，其实台湾是一个真的很自由的国家。假设这位网红哦，这位雅雅，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讲了，他说为祖国强大感到骄傲，他的祖国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大可就回去啊！你在那边发展，没有人限制你，没有台湾说要把你双手拉住，或者你在那边我财产被扣留，没有，你可以自由往返。那你为什么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人家给你居留权，让你依亲，在这边享有台湾的健保，享有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福利，结果你竟然说为什么不武力统一台湾？我认为这个也踏到所有台湾人民的底线。所以我认为这次包括陆委会相关单位。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法律，然后遣送回去，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符合一般人民的这个共识。OK， 人之蓝营好像有声援雅雅这一块，我看到马前总统讲说，大可不必搞成这个样子吧。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说他那个到底算不算言论自由的界限呢？因为法律是规定说，如果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啊，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居留权注销嘛。那到底有没有？那他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吗？好，这个就是由政府去认定的哈。那当然有很多人觉得说，搞不好他这样讲没有什么违反社会安定，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那这个我觉得就行政机关去认定。不过我觉得这个我们早上王宏威是讲说，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可能是受到中共的影响啊，比如说受到美国，像沈伯洋他因为有被揭露有拿美国的钱嘛，那他现在是立法委员。那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国防委员会审查预算的时候，其实美国有编一笔无人机的预算，是多编了多编好几十亿。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人马文君有提案啊，说要把那个服编的地方删掉。那时候王定宇是招委也支持，但是有几位就反对，其中就有一个沈伯洋。所以大家就是质疑说，你也有拿外国的钱，那当台湾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那如果是这一块的话，要不要一起去查啊？就不是说外国势力，就是说只要是台湾的只要是对岸的，当然该怎么样。那其他的呢？要不要去查？像那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播那个影片在议场，沈伯洋跟傅昆萁在吵架嘛。对。那傅昆萁骂沈伯洋说是奸细啊什么的，沈伯洋很生气啊，沈伯洋很生气说有证据吗？有证据吗？可是民进党在立法院骂我们是习近平的小弟，骂我们是什么中共同路人，有证据吗？有证据吗？所以我是觉得该怎样就怎样了，但是不要什么东西都双标了。不过我刚讲说，因为现在整个大罢免风潮，像朝鲜人他们一直把这整个跟所谓的反共啊什么摆在一起，所以刚讲雅雅那件事情，因为有媒体就直接就讲说蓝营声援那网红雅雅或者什么，这个你觉得对整个罢免风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个广泛的引起社会的认识关注了，我觉得倒没有了。那因为曹兴诚他推动大罢免是曹兴诚嘛，那曹兴诚他现在在任何的场合只要一出来，都是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他连剿匪都讲出来了，那所以以曹兴诚每天在那边，我们为什么是共匪？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那所以你说雅雅这个事情能够引起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OK 大家的印象吗？我讲哈，雅雅的言论，中国听了开不开心？一定开心吧？比俞北辰讲的话开心吧？我讲的话都把用 AI 做成什么来丑化我？雅雅的他一定很开心。我告诉你，雅雅讲什么？希望四川舰成军第一功就是收复台湾。各位，这个是言论自由吗？这个是鼓吹敌人来打我。还有第二点，所有的退伍军人应该都不高兴。台湾对抗大陆自不量力。各位，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吗？不是。国民党，如果你要洗刷你亲中亲共的这种不好的标签，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批评？雅雅的事不是小事哦，她是来台依亲，而且她已经结了婚。现在的老公好像不是当时申请依亲的那个老公。所以她的背景很复杂，他不是单纯的所谓的这个就是陆配，不是，他是依亲来的。现在还在等台湾身份证6年哦，要等6年，他就敢这样？如果6变4呢？如果4变2，2变0呢？各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对于这件事情，国民党不是有一个立委叫刘浩吗？你提了那个6变4，要不要撤案？针对雅雅这种事要不要撤案？这不是个案，这很多。这一件是被网红巴囧去检举，才出来的。如果不检举，它就一直存在。而且他很聪明，他用抖音，
他去软化的是哪些人？青少年。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所以国民党如果要洗清你这个所谓舔中、亲中、亲共的这种个性，赶快出来表示态度，对这件事情你支持，至少有很多人会得救。可是很不幸的，国民党没有人出来讲，甚至我还觉得国民党觉得他很冤枉。那个人是谁？那个马英九。马英九说：“大可不必这样吧，会太夸张了。你再多讲一点，再多认真一点，这对所有国民党现在面临罢免的立委一点好处都没有。”后知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罢免的氛围吗？我觉得有限。我觉得，但是对国民党现在任何一点负面的，是不是都不要出现？不是啊，我觉得他的标签就是刚刚岳元之讲的，他的标签其实撕不掉啦。那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特别去转，你转了之后就不骂你亲共卖台吗？你今天喊说我雅不对，他就不骂你亲共卖台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限的。我觉得国民党要在统独这件事情上面去做文章，去处理罢免这件事情有难度啦。我觉得他应该要去开一些民生议题，因为我觉得国民党你过去这1年多，老是让大家觉得你在替自己修法。国民党应该要去做的是社会的对话，你这会到底要做什么价值？比如说前一阵他们还讲说，军公教的那个退辅的那个下降减少要暂停，现在说要碰到罢免，我又不停了。就是你到底蓝绿的，你到底要讨好哪一边啊？整个政治光谱你到底要切哪一块？自己想清楚了，不能够这样跑来跑去，而且你现在去切绿的你也切不到了，讲白是这样。OK， 明凤，如果真的讲的话，因为好，那王凤年的时候讲用台湾反对台湾啊，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件事情讲网红压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来讲，对国内对国人来讲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警示？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开那个两会嘛，所以又有一个什么统一战线的东西，就他们。就是有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然后台湾反对台湾啊，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老的统战观念了。如果真的讲的话，因为好，那王凤年的时候讲用台湾反对台湾啊，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件事情讲网红压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来讲，对国内对国人来讲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警示？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开那个两会嘛，所以又有一个什么统一战线的东西，就他们就是有一个美国反对美国，然后台湾反对台湾啊，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老的统战观念了。那现在就是美国反对美国，意思就是有一种叫做打进去拉出来，对。那现在打进去美国，就是有人就说是，譬如说拜登的儿子啊，或是贺锦丽的老公这种的啊，叫做打进去，然后拉出来就是支持那个中共。那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在经济还没有起飞以前是用意识形态去做的，譬如说他们有一个叫做核弹之父，叫钱学森，钱学琛，对，不是钱其琛，是钱学森。他就是用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叫他从美国回来做这个中国的社科院的院长，然后就是拉回来做他们的核弹，做他们的这个科学的引导这样子。可是当在这个所谓胡锦涛或是胡锦涛的这个时代，整个经济就起飞了。他们现在开始用所谓的策略的统战策略。美国反对美国，他就开始用钱的方式，那不再用那种所谓意识形态，然后激发你爱国心，从这个美国上面回来帮忙你，或是像我们的林毅夫是从台湾去投共的嘛？那现在就说，现在就是开始用收买的方式。那美国就是有那些人，那台湾我就不好意思说哪一些人呢？可是台湾也是一样，有所谓打进去拉出来的人嘛。那台湾有两种方式在处理这种所谓打进去拉出来的人，就是以前不是我们说某一个人，就是他会包一个大陆的安全帽的政策吗？这个就是政策方面。那这个如果全部这个中共的安全帽都要跟这个人买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相对的利益嘛。那我们现在也觉得说，是不是国民党立院党团里面也在什么广西哪里也有一个政策在那里？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是有人在说嘛。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个
一个所谓打进去拉出来的事情，就是台湾人打台湾人，然后让台湾人乱嘛。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直接就是直接送货柜来了哈，就是他们的暗号叫送货柜。送货柜就是你看你送的是几百万的美国货柜，或是几百万的中国货柜。那货柜其实就是万的意思美国货柜就是美金的意思，那中国货柜就是人民币。那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他会借，比如说我听过我们有一个人去收了一笔钱，他是亮晃晃从菲律宾从新加坡就汇钱进来了。可是你不能抓他，因为他那个是广告费。那付广告费的人是谁？华为。那你觉得华为需要在台湾做广告吗？不需要。但是他就是说，他的钱就很正当。我是华为的广告费，那你也没有阻止我不能够代言什么东西。那这种钱就一进来就是几百万的美国货柜啊，这个东西就这种方式。他现在在操作就是这种方式嘛，所以说这个现在就说你国民党的就说中共这些伎俩，其实他在美国也用，在台湾他用的更多。那你国民党现在就绑着我不相信所有的国民党都是这样的人，但是有几个是目标人物，是很突出的，因为他行为是很奇怪，所以就被锁定说你们会背上这种名称，大家会觉得说啊，有些人其实也很冤枉，可能也很本土，根本也没有拿到什么好处。可是就是有几个人有好处，可是拿到了权位，就是做这种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们到底跟中共的关系到底洗不清的原因是在这里嘛？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中共在做统战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在有钱跟没钱的时候是不同的方式。没钱的时候用意识形态、用爱国心来洗你；有钱的方式就是用钱来买你，就是买台湾的意思，就打台湾不一定打得成，买台湾、乱台湾，这个还可能比较可行啊。OK， 颜值要不简单回应一下，国民党内部真的有包括委员啊或者什么的，有权势的人会去拿了好处以后做这样的事吗？没有，我真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哈。那我自己对岸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我连国台办我都不认识，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如果说这个未来不管是罢免也好选举啊，我觉得大家就就事论事啊，老是每周喜欢扣人家帽子，说什么中共同路人，我们听着真的是很累的。未来这场大罢免，大概到了明天左右就可以大概知道。最后第一阶段会过的到底是几席？目前34-0这个阶段，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个数字，会让他这样一直下去吗？那对于罢团来讲的话，今天已经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实施，而这第二阶段的实施，在未来如果一切风起云涌下去，你只要想到第二阶段出来的数字，如果要是有蛮悬殊的一些比例的话，对于国民党来讲，那个气势一定会深受影响。只是未来国内政坛，尤其在立法院，到底又会是什么一个面貌？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